美国激光武器瞄准了中国，舰载激光炮是不是被媒体说的太神乎其神？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前几天，国内某著名时报的某个栏目网站上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果然，美国激光武器瞄准了中国"。我一看这标题，美国激光武器瞄准中国，把中国当目标，这好像已经不是战术级激光武器了，这是战略级激光武器了，而且已经不是拦截导弹这个概念，这是进化到了歼星舰的水平了吗？然后再看内容，原来是美国第5舰队高调宣布，成功在亚丁湾用高能激光器拦截一个海上漂浮目标，用的呢是美国的波特兰号2栖船坞运输舰搭载了一个150千瓦的激光炮。其实这个实验呢2020年5月就搞过。150千瓦激光炮，那说到底还是战术级。那么文章中为什么说美国这个激光武器是瞄准中国呢？作者观点是，美国海军舰艇防御能力已经特别厉害了。例如说，要对付小型无人机，有密集阵防空系统这样的硬杀伤武器，还有反无人机干扰枪；对快艇呢，有主炮，有直升机发射的地狱火导弹。美国的标准防空导弹必要的时候呢，也能对付小艇。如果编队里边战斗机一起飞，那就更没问题。所以呢，作者认为真相只有一个。那么美国花这么多钱去搞这个高能激光武器，肯定不是拦截这些低级目标的，是要拦截中国的高超音速武器。并且呢，他还相信了并且引用了美国军事新闻网站说的，亚丁湾这次高能激光武器实验是给中国伊朗传递信息，中国用了几十年时间，以巨大代价开发这些高超音速武器，结果美国一种全新的激光炮就把我们的高超武器全废了。那就奇怪了，如果这么一个150千瓦的激光炮就能把我们的高超音速武器全废了，五角大楼看着中国的发展进度，干嘛还那么着急？其实美国这个激光炮呢，还真就是对付无人机、小艇这些东西比较合适，尤其是非常规冲突的时候，比其他武器有优势。密集阵近防炮对付无人机行不行？可以呀，但是遇到大量无人机，遇到蜂群怎么办？拦截一个目标需要多少炮弹？弹鼓的炮弹里边有多少发？就算把炮弹打光，能拦截多少无人机？无人机干扰枪这个东西呢，对付大疆这种民用无人机可以，因为这些民用无人机的控制频率、频段是公开的。但是别说对付军用自杀蜂群无人机，就是对付中航工业杯无人机大奖赛里边参赛那些无人机都没戏，因为大奖赛要求的是无人机不能用遥控手段，必须全程自主识别目标完成任务，连遥控都没有，你干扰谁去？而伊朗那些小艇呢，很多是竞速艇大小，上层高度极低，基本贴着海面水平，波浪稍微大一点都能形成遮挡，雷达制导导弹根本没法稳定跟踪。作者说的办法，什么标准导弹拦截，那是对付022那种大型快艇才行的，对这种竞速小艇基本没什么用。至于说起飞航母战斗机，那是战时可以，和平时期伊朗海军这些小艇一般是伴随航行，如影随形的。如果大量快艇如影随形过程中突然发起袭击，你航母舰载机起飞可不一定来得及所以激光炮在舰艇上能够获得连续供电的话，才是最合适的对付多目标的武器。那么激光炮能不能拦截高超音速武器呢？理论上可以，激光照到目标上会同时产生3种毁伤效应：加热融化目标材料，产生气化冲击波，还可以电离。只要能够破坏导弹外形，那么很有可能让高速飞行导弹失控或者解体。但是这有个前提就是功率。激光炮功率越高，越能够让目标在短时间内表面快速升温。而且呢，这个激光光斑还要始终的驻留在目标的一个位置上，这光斑在目标上来回飘还不行。这次波特兰号激光炮干掉一个小艇用多少时间呢？用了10秒。10秒钟小艇可跑不了多远，但是你要是给高超音速武器10秒钟，那可能飞行都10多公里了，这时候再说拦截恐怕就来不及。而且呢，小艇或者无人机是什么材料？大伙儿可以看看大疆，那个材料耐高温吗？但是根据前2年国内航空学报的报道，我们搞过1500度极端高温环境下的高超音速飞行器用的
轻质隔热材料。那你150千瓦激光器照在这个材料上，10秒时间又能起多少作用？所以防护手段我们早就想清楚，如果不能把功率再进一步加大，激光反导哪有那么容易？美国军事新闻网的一些作者貌似也染了点坏毛病，写文章开始用吓尿体，但是咱们的媒体又何必为了煽情专门替美国吹嘘？好，关于美国的150千瓦激光器到底能干什么用，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谈。